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在俄烏戰場上全面爆發的這場無人機大戰。這裡指的無人機大戰跟大家過去想象的不同，其實是無人機對上無人機的捉對廝殺。那麼也是今年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全新的戰術。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來自於烏克蘭的防空指揮官特別做的回應哦，針對他們的第3獨立突襲旅，他說呢，其實在15個月前的時候，當時都還沒有人相信呢這個無人機可以用來攔截無人機，但是現代化的戰場真的發展的非常的快速，所以呢，其實已經看到了很大的一個变化，也就是9月份這個突襲旅呢，一共是攔截了886架俄羅斯的無人機，而且攔截率1年前只有50%，現在快速的上升到攔截率高達50%了。為什麼現在無人機可以發展的這麼樣的快？是工程師跟士兵在實戰中克服了哪一些難題？委員怎麼看？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一直都被認為最有效，只是不曉得怎麼操作，不曉得怎麼做戰場的管理。一般來講的話，我們用什麼東西攔截戰鬥機，就是用戰鬥機攔截戰鬥機啊，就基本上沒有更好的方法了。那戰鬥機攔截戰鬥機，如果用戰鬥機攔截無人機，那成本太高了，而且會被狼群戰術、蜂群戰術圍攻，不划算。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用無人機攔截無人機。那無人機攔截無人機啊，第一個有控制問題，有識別問題，就是上去怎麼知道你是對方還是我方哈？這個在通訊控管上有很高的難度在啊。即使說地面上是人在操作的哈，那以目前來講，俄烏戰場上，不管是俄羅斯、烏克蘭，這方面技術都快速提升。其實俄羅斯也很強，烏克蘭也很強。不，攔截率到達50%，基本上也就是初級階段很大的一個成就了。對。但是我要半開玩笑，這個檔次都還是 fundamental， 都還是基本級的。全世界用無人機攔截無人機最強的國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它已經能夠用 AI 來指揮這個無人機，而且無人機跟無人機雙方面之間已經有神經網絡可以溝通。我老天爺啊，那就等於是自己為自己作戰了哈。所以這個整個指示的戰場上會完全改變。那美國在無人機方面是很落後啊，聽說要找台灣來搭配，那這個要請教軍方到底有沒有這個生產鏈可以做出來？那就別笑了，對不對？那至少有這種想法了，有這種想法。但是不管是美國在這無人機的製造控制，因為無人機大家誤會以為是硬件重要，其實無人機最強的是軟件。像大疆無人機為什麼那麼厲害？它軟件很厲害。那解放軍的這個無人機加上 AI 的運作，現在我所了解的應該是世界上只有它，沒有別人。那俄羅斯這個檔次還是要用人去控制，人去指揮。可是量並不多，幾百架無人機分過一個晚上在攻擊，未來會更多，所以，這個可能真的會成為主流的戰術，這個也是在戰爭中摸索出來的。但是中國大陸很早就想到這一點，我看到很多中國大陸報告，他基本上很早就想要用無人機來攻擊或攔截。或這個阻擋這個，不只是阻擋無人機可能還會阻擋別的所以我們就拭目以待。對，好，我們看到俄烏戰爭其實爆發到現在3年的時間，那今年比較不一樣的這個戰場主流就是無人機捉對廝殺。那其實剛剛提到嘛，這個烏克蘭它的攔截率因為成功的從5%提升到50%，所以俄羅斯方面也祭出了反制，而且這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俄羅斯是在做大反撲，成立的部隊叫做盧比孔，可以做到40到70公里的打擊能力，超越烏克蘭。那麼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同樣在這裡戰場裡面表現亮眼，也讓美國決定了呢，他要向伊朗學習，於是成立蠍子打擊特遣隊，對伊朗的見證者136無人機來進行逆向工程，打造自己美軍版本的無人機中隊，學得來嗎？呂艦長怎麼看？學得來，為什麼？因為他在戰場上撿到很多，然後而且撿到之後，他就開始逆向工程。但是美國應該真正想的另外一件事，也就是他發展這個 MQ9這種死神無人機，真正受到的限制是什麼？他當初就一味的認為這種察打一體無人機，那不但能夠目獲目標，還可以直接攻擊。可是他當初所配備的這個地獄火飛彈，它只有9公斤的一個彈頭的重量。可是我們剛剛講到的見證者無人機，它是40公斤啊，也就是
如果論到打擊力的話它就已經是在5倍以上了。那也就是這樣的緣故，而且我們看到見證者無人機，它其實有很高的性價比，也就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但是能造成很大的破壞效果。那所以大家都要跟着学，那也就是如此啊。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盧比孔部隊啊，盧比孔其實也就是在有關於研究西方戰史的概念的話，其實是西元前49年，凱撒率領的軍隊越過盧比孔河。那它這樣的一個意涵是什麼？也就是你做出無法回頭的重大決定。也就是當我發射了無人機之後，無人機沒有讓它回來的。也就是自殺式無人機。以前我們認為的自殺式無人機，大概也就是第一視角無人机，它的拦截的它的攻擊距離大概就是10公里。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見證者無人機，它是40到70公里，也就是它的攻擊的距離非常的遠，甚至其實還有200公里的這個形式啊。所以我們講到美國為什麼要跟着學，因為美國已經發現，它光用這個 MQ-9 無人機其實有它一定的限制在，而且我們之前不是也在日本看到了嗎？也就是对不起，韓國看到了嗎？它导控產生了各種的問題之後，它的無人機就沒有辦法接受各種的它的一個導引。那問題來了，如果是換成這一種，我們講到說這個見證者無人機，它不需要啊，因為它是越過盧比孔河，它不需要回來，我就是要你直接攻擊。當你要直接攻擊的時候，你攻擊到哪一個點都是成功。那至於說剛剛蔡正元老師有講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台灣是不是有生產無人機的一個生產鏈呢？我們大家回想一下，這個賴清德總統他在2024年還沒就任之前，他就去參觀過，結果看到上面的旋翼寫的是 Made in China， 就代表台灣對於這一個部分目前沒有到達，只是炒股票而已。是，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在美烏戰場的第一線的狀況。那外交呢？現在到底談到哪裡？美國到底有沒有意要幫忙？現在竟然是出現了一個分歧，因為有一個最新消息是在最新這幾天而已，12月6號，澤倫斯基跟白宮的特使，他是威科夫跟川普的女婿，庫許納進行了通話。那通話完之後，美國媒體就做出了報道，確實他就說呢，美烏之間已經談成了安全保障協議，而且近乎達成了。但是現在有一個小的問題，就是說俄羅斯其實還是堅持要烏克蘭全面撤出頓巴斯，所以美國要想辦法來縮小彼此之間的分歧。這就是好像看起來已經這個俄烏雙方已經可以達成一些共識了，結果沒有想到又有來自於衛報的爆料，說川普的長子小唐納呢轉述川普的話，也許美國呢是不是要放棄調停了？因為烏克蘭太貪腐了，只剩下農民階級在打仗。怎麼解讀，楊老師？我看到最新的報道，其實美國和俄羅斯，也就是庫什納川普女婿還有駐俄的特使，是談的有一點進展，但是呢，跟烏克蘭這邊那烏克蘭的美國駐烏克蘭特使叫凱洛格，他說只剩2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頓巴斯的土地，也就是烏克蘭到底要讓多少？原來的28點是要讓一個盧森堡，要把整個頓巴斯讓出來，那現在這個到底要讓多少，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那第二個就是那個扎波羅熱核電廠的未來如何使用、如何分配電，是啊，因為這個牽扯到未來的就是重建的問題。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呢，關鍵我覺得其實還是在那個土地的問題，這個很難處理。那川普呢，在前天晚上呢，他領了一個獎，他就說他對於澤倫斯基不去好好看看我們跟俄羅斯所達成的和平協議的內容，他感覺到很挫折，所以其實他一直對澤倫斯基、對烏克蘭這邊還是有大的這種批判。對，那小唐納川普他在中東講了這番話，他參加一個論壇，非常有趣。他怎麼說？他說烏克蘭其實有錢人都跑光了。他說他在摩納哥那都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就看到很多的超跑，因為都是烏克蘭的車牌。他說這怎麼回事？原來其實烏克蘭的有錢人都跑了，剩下都是很窮的農民階層。我們其實要他們來負擔這些東西，他們根本無法。
去真正的做到賠償，然後呢重建。他講的賠償是給美國了，也就是把美國當初給他們的軍事跟經濟的援助要還一部分，然後重建的部分，然後怎麼樣的去使用。那但是他也強烈的批判歐盟的外交的這個代表，那個就是之前愛沙尼爾的那個總理，那個女性叫卡拉斯。他其實一直站在就是比較東歐的角度，強力的批判俄羅斯，而且要求在持續的在对俄羅斯進行石油禁運。可是石油禁運的情況之下，你不事實上是讓石油價格偏高。那攀高的情況之下，有油的一方，俄羅斯一方反而是賺更多，能夠去支撐他的戰爭。所以他說這個情況哈，這種很大的挫折感，使得美國在繼續去調停，感覺到烏克蘭這邊的持續的抗拒，烏克蘭的貪污的程度、貪腐的程度遠勝於俄羅斯。他這麼直接的講，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不過蠻符合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對烏克蘭的理解。那他甚至批評澤連斯基，你現在選一定選不上了，然後等等之類的，那就看起來是不是真的能夠去推？不確定，還是說他其實也是對烏克蘭、對歐盟在施加壓力？因為他某種程度代表非官方，可是是川普他爸爸川普的心聲，因此呢，也是一種施壓的行為吧。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